前段时间我提前拿到了 Mavic 3 Pro， 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川西，旅拍了5天。不夸张说，在这长达3000多公里的旅途中 ，Mavic 3 Pro 真的让我拍爽了。它的3枚摄像头远比我预期好用，在高原、极寒、大风等环境下，3个镜头的表现都让我非常的满意。所以这一次我拍到了很多我比较满意的镜头，做出来了这么一个片子。如果你也觉得不错，记得帮我点赞支持一下。接下来这个视频我会跟大家分享 Mavic 3 Pro 这一次所有的更新，特别是这3个镜头的实际表现到底怎么样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参考。这一次 Mavic 3 Pro 搭载了3枚摄像头，分别是24毫米的广角主摄、70毫米的3倍中长焦以及166毫米的7倍长焦。主摄和7倍长焦呢，依然和 Mavic 3一样，分别用的是4/3寸的 CMOS 以及1/2英寸的 CMOS。而新增的3倍呢，则是用的1.3英寸的 CMOS。我看到这几个参数的时候，我就感到很熟悉啊，这不就是 Mavic 3 Plus、Mini 3 Pro 以及 Air 2这3款无人机上的传感器吗？那么问题就来了 ，Mavic 3 Pro 这一台能抵得过3台无人机吗？Mavic 3 Pro 的主摄呢，跟之前 Mavic 3和 Mavic 3 Plus 版本基本一样，2000万的像素，拥有 f2.8 到 f11的可变光圈，最高可以拍摄 5.1K 50帧率以及 4K 120帧率的视频。拍照直出的画面依然是哈苏的调色，大家可以看看，我觉得直出的画面比我个人调的要好看。视频方面支持 D-Log、HLG 以及夜景视频，不过呢，新增了一个 D-Log-M 的色彩模式。这个 D-Log-M 呢，其实就是相比传统的 D-Log 会更加好调色一点。Mavic 3 Pro 上的等效166毫米的7倍长焦镜头呢，跟之前一样，1/2英寸的底，1200万像素，而它的光圈增加到了 3.4。我飞的时候发现7倍的画质比之前 Mavic 3提升了很多。以前我用7倍主要就是看看景，拍视频呢，我最多也就发朋友圈，是不可能用作商业的。而现在7倍终于可以当做拍摄素材使用了。像我拍的这个日照拱尬雪山，1倍的画面是这样的，而7倍呢是这样的，画质呢，我个人觉得真的很不错。诸如此类的，我还用7倍拍了各种各样的山峰。此外，我还在旅途中还用7倍抓到了野生的野锦鹤和鸳鸯以及老鹰这些少见的动物，而各种的偷拍也不会打扰到它们，真的有一种动物世界的感觉。这次7倍画质提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换了一个解析力更好的镜头，同时呢，这一次也更新了支持拍摄 4K 60帧率的视频，以及像兴趣点环绕等智能功能。不过在我看来，比较遗憾的是，它依然不支持延时功能，而且只有普通的色彩模式，这一点倒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扰。稍后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。新增的这枚3倍中长焦呢，我原本以为会很鸡肋，但它却成了一个让我非常惊喜的一枚镜头。在我的成片中，有很多的镜头用到了它。从参数上来看，它跟 Mini 3 Pro 一样，拥有4800万像素。暗光条件下还支持像素合并成1200万像素进行拍摄 ，f2.8 的定焦头，同时也支持 4K 60帧率的视频拍摄。但牛逼的一点是，它不仅有 HLG， 居然还有 D-Log-M 的色彩模式，以及延时和焦点跟随这些专业的功能。那这枚镜头在我旅拍过程中给了我很多的惊喜。首先是画质上，大家可以看看，这是3倍拍摄的画面。你如果只是在手机上看，其实真的很难发现它跟主摄之间的差距，而且由于是70毫米的焦段，它拍摄的通用性以及拍摄的场景就很强。之前我飞 Mavic 3时，通常都是用广角来拍摄一个画面的全景。那如果我想拍摄一个特写一点的镜头，或者有长焦、有压缩感的镜头呢，就需要把这个无人机飞老远才能构好图。现在有了这个3倍呢，就洒水啦。印象深刻的是，我们在连堡叶泽的石头山顶上拍摄时，我用广角拍完后，马上用3倍补了一个不同景别的长焦镜头，这样呢，空间压缩感就有了。3倍另外一个让我惊喜的点就是追车。在318国道上有很多路段的景色都很好看，我们就用 Mavic 3 Pro 拍了不少追车的镜头。相比常规的广角追车来说，3倍拥有更强的空间压缩感。像这种侧拍或者俯拍追车，前景的这个树叶和主体车就能形成很好的一个空间感。另外一点就是3倍的拍摄难度真的比7倍要低很多。如果你用过 Mavic 3，就知道7倍在飞行的时候如果没有前景，
就很难体现出这个画面是在运动的。而且7倍的运镜，如果你不是一个航拍老手，真的很难拍好，它需要极强的掌控力。而3倍这个70毫米的焦段呢，刚好是长焦和广角之间的一个甜蜜点。不仅呢，我们可以同时拥有长焦的压缩感，而且从操控的难度上来说，跟广角一样的顺滑方便，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用3倍拍，也拍了不少精彩的画面。那说到这儿，我想起3倍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它真的很好观察电线。大家从这个画面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它真的看得贼清楚。那这里呢，再跟大家分享我用这3枚镜头拍摄的一些经验。视频摄影师呢，肯定都知道，在我们地拍用摄影机拍摄中，我们通常要用相机拍摄一个场景时，需要用到3个景别的画面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拍摄一个全景或者远景，以此来展现环境和主体的信息。这个时候呢，环境信息占的比重较大。接着用中近景来突出我们拍摄的主体，用特写镜头呢来展现我们主体正在做的事情或者它具体的样貌。这样呢，3个景别就清楚地描述了一个场景的画面，而 Mavic 3 Pro 上的这3色刚好就对应了拍摄这3个景别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按照地拍的拍摄逻辑，让我们航拍也能充满故事感。就比如这一组我们拍摄的藏民骑马的镜头，我先用广角拍摄雪山脚下有一个人在骑行的镜头，展现我们拍摄的整个一个环境信息，以此来引出我们拍摄的主体。然后呢，我用3倍将画面的重心聚焦到了背后的雪山以及这个骑马的藏民身上，最后用了一个7倍长焦，将画面聚焦到了这个拍摄主体上，以此更细致的展现它和它的马的整个一个外貌和状态。这样3个景别就组成了一组有故事感的镜头，远比拍摄单独的一个航拍画面内容要丰富很多。但是由于7倍长焦只有普通的色彩模式，我在后期时为了匹配这3个镜头的颜色呢，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，所以强烈要求大疆给7倍也整一个 D-Log M， 哪怕是 HLG 也好啊。Mavic 3 Pro 的电池呢，跟 Mavic 3是一样的，不过电池的理论续航比 Mavic 3少了3分钟，为43分钟，估计就是增加了这个摄像头的原因。当然，这个续航呢也非常的够用了，在我旅途中，一个景点1块电池完全没有问题，除了有时候拍延时还是有点不够。那说到延时呢，不得不夸一下3倍拍延时的稳定性。这是一段我在川西的雾须海拍摄的3倍延时，拍完我看到这个画面这么稳定，我是没有想到的。在 Mavic 3的图传方面，这一次依然是用的大疆的 O3+ 图传，最远支持15公里的传输距离。当然，你可以搭配大疆的4G 模块，在有4G 的地方信号就会更好，而且飞得更远。至于避障方面呢，依然是 APAS 5.0 的全向无死角避障，这也是大疆线目前最强的避障系统。并不是说避障越好就不会炸机了，依然需要注意电线和细小的树枝。刚刚我也跟大家分享了，我们可以用3倍来看线和树枝，真的贼清楚。那么这台无人机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购买呢？那都叫 Pro 了，那要不就是你的摄影技术 Pro， 要不就是 Money Pro 了。那开个玩笑，这台无人机在我看来才是大疆的亲儿子。Mavic 3 Pro 的 C 类版本据说3个摄像头还都支持 ProRes 的编码。从大疆为这3个摄像头提供的视频格式、编码以及他们拍摄的画质表现，都可以看得出来，这3个镜头大疆都是把它当做生产力工具来设计的，不存在像 Mavic 3的长焦，官方都说是看景用的。它的定位呢，当然就是航拍摄影的发烧友以及专业的影像创作者。不管你是喜欢旅行的时候随心所欲的飞航拍，还是用这个机器来赚 dollar， 这台无人机都能够满足你的所有需求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了。大家也听得出来，我的这个声音有一点点问题，最近感冒了，一直都还没有恢复。所以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得不错的话，请一定要为我1键3连支持一下。最后，非常感谢和我同行的超厉害的摄影师欧阳和妍，帮助我拍摄了大量的精彩的镜头，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他们。我是红苏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结果要这个，结果这个。
这么大一个家的我。你是这么大。